今年元宵节，我人生中第一次挑战摆摊卖灯笼，我赚了多少钱？哪一款灯笼是我卖的最好的？在出去摆摊之前，我们应该准备什么呢？我又踩了什么坑呢？本期我将为大家一一揭晓。想要当老板，首先要有收款码。首先，我们要准备一个收款码，摆摊的时候用来收钱用。正面是微信收款码，背面是支付宝收款码。大家也可以去定制这种可以立在桌面上的牌子。大家可以提前1个星期在拼多多或者淘宝上定做，把你的收款码发给他们，他们做好就会寄给你啦。你可以选这种挂脖子的，或者立在桌面上的都可以。我第一次进货才知道，灯笼有2种，一种是已经拼好的，一种是给你材料包自己拿回去拼。你会买哪种？可能有的小伙伴说我选材料包，因为材料包比成品灯笼便宜，每个材料包可以省那么几毛到1块钱。但我跟大家说错了，我就是为了省钱买材料包，才发现自己怎么也拼不完。拼一个灯笼要花多少时间？大家可以看我上一个元宵灯笼的测评，也就是1个小时最多只能拼几个。成品灯笼虽然比材料包贵一点点，却可以帮你省下大量的时间。别人可以一次进1000个成品灯笼来卖，而你却在那拼2天才拼出了100多个灯笼。灯笼的材料很锋利，还有割到手的危险。这个机会成本，这个效率，哪个更划算？所以大家如果想去摆摊，一定要买成品灯笼哦，这可以提高你们的效率。大家准备摆摊的时候，一定要提前2个星期准备。第1个星期用来进货，第2个星期用来退换货。因为你收到的灯笼款式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，有的灯笼可能质量不好，甚至有残缺，这时候你就需要去退换货。所以大家一定要预留2个星期的时间。第1个星期下单选灯笼，第2个星期退换货。在进货选灯笼的时候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审美。我就是因为没信，所以吃了大亏。现在我手里拿的灯笼，左边和右边的哪一款更好看？我在网上选的时候觉得右边更好看，但我又想，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喜欢左边那个，所以我连左边的也买了很多。但事实证明，我的审美和其他路人小朋友们的审美是一样的，他们都觉得右边这一只镭射的龙更好看，左边五彩的没那么好看，所以五彩的没有什么人买，所以我就亏了。还有第2个例子，在选这个绣球花灯的时候，我觉得右边蓝色的最好看，但我又想着要不要进多一点别的颜色，所以我还买了粉色和紫色的。但是在元宵当天，妹子们在选灯笼的时候都问我，还有蓝色的吗？粉色和紫色的他们反而没有兴趣。所以我们在进货的时候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审美。你的审美也许就代表了大家的审美。下面我来揭晓哪几款灯笼是我卖的最好的。一款是牡丹花灯，一款是绣球花灯，还有一款是镭射龙灯，它们是卖的最好的。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个新手，我劝你不要一个人摆摊，一定要再找多1个小伙伴帮你，因为你一个人不可能又拿东西，又吆喝，又收款，这对技术要求真的太高了。而且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个 I 人，你会根本就吆喝不出来。那天一开始，我走在人群里，我连卖灯笼啊，我都不敢叫出来。直到我的搭子丁丁妹妹出现了，在她的帮助下，我才把这个摊子给摆起来，并且吸引了很多顾客。这次摆摊没有她的帮助，我是不可能成功的。所以我劝大家新手摆摊一定要找搭子，1+1大于2哟。灯笼如果卖不出去怎么办？卖不出去就打折嘛。我卖的灯笼一开始定价是30块的，但是到了元宵节当天，路人们都觉得30块的定价太贵了，他们只能接受20块或者15块。
甚至是10块，所以他们就来跟我砍价。一开始我是不愿意的，因为8块已经是我的成本价了。但是有一个阿姨启发了我，她跟我说，你现在即使降价卖出去又怎么样？能保得住成本才是最重要的，卖不出去就会变成滞销，你手里还拿着2大袋灯笼，太重了，回家也不方便。我就听她的，开始降价卖，甚至有的灯笼以8块钱的成本价卖了出去，果然卖得更多了，手里也更轻松了。所以如果你们在摆摊的时候卖不出去，不妨试一下打折看看，毕竟先把成本保住嘛。第一次摆摊我赚了多少？赚了100多块钱。正是因为我进货策略的错误和天气因素，让我赚的钱没有想象中的多。元宵节的当天是星期六，广州急速降温，所以很冷。我摆摊不到1个小时就回去了。到了星期天，我还想去再摆一次，我就坐上了朋友的车，在最繁华的广州塔下转了一圈。但天气真的太冷了，我没有下去就直接回了家，所以我还有一大堆灯笼没有卖完。我的好朋友 Cici 说，他家楼下有一个卖炸豆腐的人，每个月可以赚3万块。之前我不屑一顾，但现在我很佩服他。我想，他即使在最冷的天，也会出来摆摊。这种坚持我并不能做到，他却可以天天做到。这也是为什么他能成功赚到这么多钱吧。这次摆摊，我还感受到了做商人的心情。这和我朝9晚5每个月都可以收到工资的工作不同。当你的身份变成了商人，你进了货后，就会开始有一种不确定性。你进了100件货，并不一定全部都可以卖出去，你就会很期待它卖出去的样子。卖出去了就会很开心、很快乐、很有成就感。当它没卖出去，你又会感到很忐忑和焦虑。这就是摆摊的好玩之处吧。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摆摊经历，和我分享哦。谢谢大家。